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视频我们继续聊一聊普陀朝阳5村南阳院旧改。今天呢，还是找了一位爷叔啊，他跟我聊一聊现在旧改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我们一起听听看吧。现在对于这个房子，你们的这个想法，你们的诉求到底是什么？这里的居民的诉求，就是按照的话呢，国家规定去操作。实际上他们刚开始的要求是召开居民大会，你当面解释 KS 墙。后来呢，他工作人员说的话，你做梦都不会给你开。意思说你们居民的要求呢和参差不齐啊，没办法满足。但是你因为作为的话呢，规定的必走这条路，你必须要开居民大会，你必须要公示这件事情啊。你开个居民大会，你把你的问题讲出来，那么他们把他们的问题讲出来，那么就是一个沟通的渠道嘛。另外的话呢，这个房子呢本身就是小梁国把港为什么可以不承认呢？而且你还大动结构，这个结构的话呢，不单单是立柱承重墙，原楼体也要死掉，该改变地方都改变了，哇，这房还经得起这他妈？就是他们如果这样子改的话，他对这个房屋结构，他们专业的有没有做过评估和考量，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大面积的改动？他们对这样的一个合理性，他们应该是有评估过的吧？是这样的话呢，他在2022年做过一个评估啊，评估的话呢，就是被他们这个群的群主发现了，然后把这个评估报告的话呢，这个配到了，以后评估结果呢是小梁国板房子啊。那么我侄子也有这个资料，我到时候我发给你，你看一下啊。那么还有的话呢，这个他们后来的话呢，因为居民的话跟他们说多了，要求把这个评估的话报告公示出来。那后来他们评估报告这个公示出来了啊，我想的话，你把这个评估报告你重点的拍一下，让大家看一看，他这个评估报告里面写的是什么东西啊？所谓的评估报告就是这个房子有多长、多宽、多高，然后最后的话综合分析。自己造出这个假，他自己都不一定相信的话，是这个房子的评估报告是没有的，总公示出来一个假的东西。那如果是按照正常的小梁薄板的话，按照有关规定的话，是应该要么拆除重建，要么拆除重建收，要么征收。这个2023年呢有一个1号文件，那城市更新文件，这上面那是有规定的。2018年的1号文件上面也有规定的专门对我们这个房子的话呢，就是我侄子这个房子它有强烈的规定，细节上面写的非常清楚但是你像你们老百姓如果都能发现，他们难道没发现这是小梁国板的早餐都他们发现了，但是他们不敢承认他不敢承认，就是他在作假了。就是因为我看我侄子这里这维权太难了以后呢我今天找到你也是一个打抱不平等这个想法。因为这个房子的话呢，据我侄子他那个群主说了，他们到了凤南，然后到了阳虎，然后到了番瓜弄，他都去实际勘察了，然后勘察都测量了，然后的话呢，测量的尺寸也有的。因为他们现在评估说我们是多孔，但是实际上呢，跟多孔1毛钱关系都没有。整个楼里的话没有多孔的房子，就是那种草板扣人那里，然后这是草板，但是长模板，但是草板的板厚的话呢，只有3公分、4公分，厚一点，大概5公分。那么5公分呢，它可能有个磨面吧，4加。现在的话，这个你们的这个房子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进展？我们现在是这样的话呢，居民不是不同意，他开始强改了嘛。他说这一个门洞呢，一个面就是1楼到5楼100%，因为合同我不是都转给你了嘛。他原来是以整栋楼100%为成立的话呢法律方案，但现在他改变了，他说我改变了，以这一条就比方说1室的1楼到5楼的100%我就开始改了，而且不一定经过你同意就开始强改了。而且还是居民居住在那里那么居民居住这里的话呢，是国家实际上是有规定的，住建部也有规定，建筑法也有规定的，居民的生活区80公尺之内不可以有施工单位的，对，这80公分之内，80，那现在你们到了，他们80公尺之内的话，我们到了，因为他在我们楼里，他在你们楼里干就是在那不是很吵吗？那不是很吵，天天在嘎电锯包括5一长假期间。照样电锯滋滋的响。我据听说我们就是我侄子他们后边那栋楼就是他们后边那栋楼的一个
那亚叔就为了这个事情住院，大概还蛮危险的，因为心脏病爆发了，因为他天天的电锯的声音吵到他们无法安眠。这样的话，他们这个施工的话呢，是早上7点多钟开始，有的时候晚上到8点半还没结束。